有时给霍希公子服了药，微微出了些汗，但人还未醒。估计再服几服药，明日这个时候就醒了。嗯，去看看。霍希公子中了那么深的毒，又经过那一番折腾，这么快就醒了？真是皮糙肉厚。薛谷主，双红姑娘。薛谷主，你与我交情微浅，但此番仍旧竭力相救，霍某实在是感激于心。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霍某任从驱使。少自作多情，我救你不过是顺手的事。你要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舒坦多了。虽然是顺手的事儿，可我还是救了你。诊金你得补上。你喝了2杯毒药，那便是2条命，20万诊金。我的命这么值钱的吗？不是你的命值钱，而是我的医术值钱。哼，你们谷主还真是风趣啊。行，只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要不等莫儿的病治好之后，我慢慢的将诊金还给你，你看行吗？花言巧语无用，我要的是真金白银。你，薛谷主，你该不会是没去过中原吧？不知道鼎剑阁的霍七公子，除了人长得周正、剑法好以外，这信用更是有口皆碑的呀。莫非是中毒太深，伤了脑子？双红，哎，知道了，谷主。双红，知道什么了？薛谷主，你的医术还真是金贵啊！但是贵是有贵的道理的，因为你的医术的确是好啊。我也知道你要价高，是因为要养活谷中的人。这谷里的侍女，想必也都是孤儿吧？我还知道，你虽然对江湖中的大豪们收取10万的诊金，但平日里，你也给周围村子的百姓们送药治病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些鬼话？我上回离开药师谷的时候亲眼看见的。我知道你这个人，虽然又凶又爱钱，但其实你也是……其实我跟看起来一样，就是又凶又爱钱。别以为你恭维我几句，我就可以少收你一些钱。谷主，喝些酒驱寒。双红姑娘，这酒闻起来不像之前那种啊，感觉更加香醇。这是？此酒名叫笑红尘，是我们药师谷的独门佳酿，非一般的酒可以比的。既如此，不如也给我来一杯呗，记在账上。谷主，我去备些下酒点心。哎。这酒也不是一般人能喝的。我不是一般人啊！再说了，我不喝，浅酌2口。这酒中配有人参、海马、鹿茸，都是大补大热之物。你刚刚身中火毒，身上又有伤，我奉劝你最好不要找死。薛谷主，你怕是不够了解我吧？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以酒养气。浅酌2口，伤好一大半。
狂喝几瓮，伤就好了。有些顽疾是养不好的，更何况酒气伤身，恐怕什么？恐怕要绝后呢。薛谷主，我是大病初愈，没必要跟我开玩笑吧？更何况，对于眼下的我来说，喝得畅快才最重要。我打算喝完这杯酒啊，便出发寻下一味药了。你刚醒就要走？没错。眼下我身体也无虞了，早一日拿到药，沫儿便能早一日痊愈。恐怕你还未去到下一味药的所在之处，便已毒发身亡。什么意思？你自觉身体无虞，但是你体内余毒尚存，若不好好清除，定会半路毒发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需要几日呢？3日，还是5日？你不应该先问问治好你需要花多少诊金吗？你也知道，眼下我身无分文嘛。我看你腰间的那块玉佩成色不错，你整日戴在身上，定是价值不菲。这玉佩对我来说极为重要，断不能离身，更不能拿来抵账的。那也可以换个办法来偿还。什么办法？穿的真是。谷主，站好了，你可是来还债的。人的身上呢，一共有409个穴位，而这409个穴位当中，有108个要害穴。在这108个要害穴当中，又有36个致命穴，也就是俗称的死穴。这36个死穴分别为软麻、昏眩、轻和重四穴。平日里，让你们在同人身上施针找穴，可那同人毕竟是死的，未免死板。好在今日有霍七公子这个大活人在，让你们瞧个真切。若是痛了痒了，霍公子承受不住，喊出来便是，我自会清洗。习武之人，有什么受不住的？此处便是肩颈穴，若病者虚弱之症，便针刺肩颈穴，会有痛痒之感。霍公子，感觉如何？痒是痒了点儿，就像挠痒痒一样而已。好，那我便开始说第2个穴位了。这第2个穴位，便是玄机穴。这个便是玄机穴。若病者有胸痛、气喘之感，针刺玄机穴，便会有酸软麻痹之感。霍公子还好吗？刚刚只是脚底板有点痒，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。这可就麻烦了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这便是失心疯的前兆。失心疯，谷主说他失心疯了，疯了。这第3个穴位呢，便是环跳穴，这恐怕就要委屈一下霍七公子了，因为这环跳穴位于髋骨。不知霍公子是否愿意？薛谷主这是借教学之名，故意占我便宜的吧？我药师谷从不赊账，如此偿还，已是便宜你了。你这是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。我若是真的要报复霍公子，断不会如此心慈手软。算了，既然霍公子不愿意，那我便换一个穴位吧。
你想怎么样？这个是壁中穴，针刺壁中穴，连同方才2个穴位一起施针，不仅能定人，还能治哑，专治那些啰嗦多动之人。我只说他啰嗦呢。怎么，霍公子想要说话吗？莫急，1个时辰之后，穴位自动便会解开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就赶紧去练习吧。是，公主。你动啊！还不快去！他还不说话。方才你说我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，这才是公报私仇。方才那3个穴位，在下学会了，多谢薛谷主。还好在下内力深厚，早早破了穴，那咱们俩之间的账，是不是就一笔勾销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薛谷主果然大度啊！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这个穴位多久才能解来着？得1个时辰呢。你这身子骨这么弱，面色又苍白的，就该晒晒太阳。哎，我这毒刚解，身子也弱，就陪你晒会儿吧。哎，真舒服啊！以后也得多晒晒啊，薛谷主。你药物失败，教王罚你关日3个时辰才可离开。妙风阻止你完成药物是为什么呀？你会恨他吗？难受吗？你活该。我知道你身上蕴藏着强大的力量，但若不加以控制，你便会被它支配。所以在你走出修罗场之前，我会教会你控制瞳术的功法。把眼睛闭上，凝神定气。你能回想起什么？我
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冬，为了你好，我将你痛苦的那一部分记忆抹去了。记住，你是被所有人遗弃的孩子。这份记忆对你来说毫无意义，不如忘记。不，我不是被遗弃的人。你是？我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？记住，记住这份愤怒。你要学会控制这份恨意，用你的眼睛杀死所有遗弃你的人。教王棋高一招，属下认输。风，这些年来你一直同我下棋，棋艺却不见长进了。是属下愚笨。若是愚笨，怎会与我对弈几十回合？可若是聪慧，为何又是每每错在最后几步？除非你与那药师谷谷主薛子夜下棋，是否也让棋？教王息怒。我不是愤怒，我就是失望。你是我最信赖的孩子，我却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出宫之后的事情。看来，你与我之间确实是生疏了。属下不敢，属下任凭责罚。那就撤掉你这个月冰蚕之毒的解药吧。也许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知道，谁才是你最重要的人。谢教王。是桑国的王族。救我！可怜的孩子，你想我救你的命，那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我，那我也将给你一切。我会传授你功法，此法名为沐春风，与我的铁马冰河并称阴阳两系，是昆仑古籍上记载的最强武学。我的铁马冰河有金刚不破、长生不老之效，而沐春风能驱散世间一切严寒，令人功法大增。它可助我的铁马冰河之术，也可让你练成最强的秘术。让我不忍的是，修习此术者要求心地温暖平和，不可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。若想脱胎换骨，每月还必须被赐冰蚕之毒，忍受万蚁噬心之痛。妙风使，你还好吗？好关心你啊！来看看，冰蚕之毒发作，宛如万蚁噬心，如此痛苦，你的脸上竟然还有笑容，真是厉害！
不过妙风使，我真是好好奇呀，你的情绪难道从未有过一丝波动吗？你说，若是你的棋友，那位医者薛子夜，他知道你杀过那么多人，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还会与你下棋吗？冷静些哦，妙风使。据我所知，修习沐春风者，心神必须要像死一般平静，若是有一丝的波动，便会破术。那你可得小心啊，妙风使，可别让这沐春风就这么没了。不过我倒是非常期待你的脸上没有笑容的模样。谷主，这么晚了是要去做什么？我的银灵簪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？许是早上打无根水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。那簪子是雪怀赠予我的，这么多年从未离开过我身。我这边派人去寻。不必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我和谷主一起去。薛谷主，特意来向你告个别，明日就要出发去寻药了。哎，这是真生气了？谷主，我来。谷主，蜡烛也快燃尽了，要不我们今日先回去，明日再来寻。不好，出来的太急，我没有带备用的蜡烛，这可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先回去，明日再来寻。好。我们循着月色走回去。好，谷主不用，这样暖和些。好。
谷主，你看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能看清路了。只是，是谁将这风灯放在这儿的呢？我们快回去吧。好。这一趟来药师谷，圣物没了，连我派最厉害的毒禅杀也被妹妹给破了。但是输在妹妹手里，我心服口服。姐姐回去可是要研制新毒药了。那是自然，总有一日我定要赢赢回来。妹妹不用送我下山了，你我在这里分别就好。姐姐，我的确有要事脱不开身，不便相送，但是我会让霍公子送一送姐姐的。哦，你舍得让霍七公子送我呀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霍公子在我的谷里白吃白住，总得做点事情还债。再说了，他正好要下山，与姐姐同路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败坏我的名声呢？这账我日后一定会还上的。况且不用你说，我自然也会送。还得多谢阿金掌门将七叶明之赠予我呢。那我便恭敬不容从命了。妹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也别忘了我同你说过的话。对了，姐姐答应我的事，也一定要记得。自然。阿金掌门，还未来得及跟你赔个不是。上次是霍某失了礼数，此番要多亏了你。日后你们世月派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霍某定当鼎力相助。霍七公子客气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未来得及跟你说，那日闯进圣湖的，并非只有我一人，还有一人，那人武功高强。看不出是何门何派，和我打了一个平手。很正常，觊觎七叶明之的人不在少数。在我抢夺明之后，那人还对我穷追不舍，似乎对明之志在必得，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若非药师谷有这机关石阵无人能闯，我还担心你我离开之后，他会闯进谷里头抢夺明之呢。明智已用，就算他现在来抢，也是徒劳。你说明智已经用了？是啊。用在何处啊？如此珍贵的药材，自然是用在我妹妹的心上人身上喽。心上人。霍七公子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他怎么去冷泉了？坏了！
难道拿七叶明之来救这冰下之人？你在做什么？之前分明同你讲过，此处是药师谷禁地，你为何还要私自闯入？请问薛谷主，我寻来的七叶明之在何处？请你立刻离开这儿。我只想请薛谷主带我去看一眼七叶明之，届时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霍七公子，你擅闯禁地，说明已经怀疑于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多言？明日你便把回天令还回来，这病我不治了。你为何不告知我七叶明之在何处呢？你是不是用七叶明之救这个已死之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住口！出去！好，我可以出去，但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。给我出去！你不是走了吗？这里是冷泉禁地，你怎敢擅闯？谷主，谷主，谷主你怎么了？谷主，没事。我只不过想让你归还七叶明之，哪怕只是一部分。请你告诉我，七叶明之到底在哪儿？拿去喂狗了。将此人速赶出谷去。是。你，原来你以为七叶明之被我用去了？七叶明之是我拿来救莫尔的，可你们却拿来救冰下的死人，我能不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谷主说了，请你速离谷。谷主，你还想干嘛？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。风绿姑娘，这是何意啊？你这人只有一枚回天令，这枚回天令是用来治疗莫尔病的。你因为拿七叶明之中了毒，我们谷主没有。别拦我！我们谷主没有跟你要回天令和10万诊金，也给你治好了病，你却这般对他。风绿，别说了。干嘛不说？谷主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七叶明之用在了何处？我们又没偷又没抢，他不知情，却胡乱猜忌别人。我们谷主凭什么受这个委屈？可是七叶明之究竟……闭嘴！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风绿，此地雪水滋润，环境特殊，可保留药材生机。谷主特地让我们将七叶明之放在这里。莫尔的药尚未凑齐，定无法炮制。缺了一片，究竟是何人用了？谷主不是说了吗？那片拿去喂狗了。那日你身中毒缠杀之毒，命悬一线，多亏我们谷主。来不及了，双红。哎，眼下此毒只有七叶明之可解，速去取一叶七叶明之来，服以人参提气，熬成汤药。可谷主，
快去！谷主不告诉你，想必是怕您用了给莫尔的药而内疚。是我太莽撞，还对他那般的语气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一直提醒谷主雪怀公子是已死之人，这不是往人心口上扎吗？可那人封在冰下，的确已经……那人的确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要当面说呢？婆婆，早就听闻谷中有位婆婆，曾跟随过3代药师谷的谷主，想必便是你了。定见过祸妻，见过婆婆。你以为子夜身边的人不知晓此事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当他的面说冰下之人已死？当年子夜就是为了救活雪怀公子才学的医术，他觉得只要自己的医术够精，就能唤醒冰下的雪怀。这么多年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师傅，想用自己的身体感受雪怀之感，为他试药啊？这个法子行不通吧？徒儿再去藏书阁查一查医书。不必。师傅可是又要劝我放弃？我早就说过。我已经找到救治雪怀之法。什么？多年前，昆仑山上有一棵神树，这是仅剩的一根枯枝，它的嫩芽便是救治雪怀的药引。只不过，需要你每日亲自采集无根之水，对它进行浇灌，令其发芽方可。谢师傅。只愿你早日发现其中生机。嗯。难怪他每日都去采集无根水。原来天下第一的神医，也有想救却救不回的人。子夜应该也清楚，雪怀是唤不醒的，但是他自己不愿意面对，又何须旁人来点名呢？我这就给薛谷主赔个不是。霍七公子，你还是先请回吧。婆婆，的确是我误会了他，我应该向他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你还是速速离谷，还我药师谷一个太平。也是，霍七公子，你且去寻第2味药吧。等你回来，谷主也该消气了。就是，谷主现在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非要让谷主再看到你，再动一次气。风律，他身患寒疾，为了救一个根本救不活的人，却甘愿受冰霜之苦。在外人眼中，这种执着和等待，或许是一种煎熬。守护着，期待着雪怀醒来，也许这就是内心的希望和信念。婆婆，婆婆，薛谷主，可是要找什么东西？你还想做什么？既然无法当面道歉，
不如为他做些什么，就当赔礼了。